要谈如何逆转慢性炎症这个题目，首先要了解我为什么关心逆转慢性炎症这个问题。因为我当初自己健康情况非常恶劣，体重严重的肥胖，健康情况非常的恶劣。我当初是为了救自己的健康开始学这些东西的。虽然体重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我的目标是为了健康，所以我并不满足于体重下降了我就满足了。我不断的学习，我要改善我的健康啊。要改善健康的话，降低自己身体的慢性炎症呢，是绝对的功课，而且是绝对值得的功课。你们大家不要误会，以为要调整降低自己身体的慢性炎症，我们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是的，如果你要吃营养补充剂的话，你是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可是我跟你说，改变饮食啊，在饮食里面注意一些地方啊，你就可以对改善慢性炎症有非常大的贡献了。所以我们来聊一聊饮食方面，你做哪些事情可以降低你身体的慢性炎症。我跟各位说啊，各种因素带来的慢性炎症，我自己个人的估计啊，没有科学根据，胰岛素抵抗占比超过 50%， 所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呢，是我们可以做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你多看我的视频，你知道改善胰岛素抵抗其实是一个蛮轻松蛮容易做到的事，它不需要你付出很多的代价的，它仅仅需要你做的事情是把你的饮食结构做一定的调整，并不限制你一天吃多少热量的食物，并不限制你一天吃多少次，你可以吃得舒舒服服的享受你的食物。要改善自己身体的胰岛素抵抗，最理想的饮食，我叫它叫做精心设计的生酮饮食。请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们在不同的视频里面都在教大家如何去做精心设计的生酮饮食。不管你的胰岛素抵抗在什么样的阶段，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逆转。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自己本身原本是一个极度不健康的人，我的胰岛素抵抗是非常严重的人。我在改变我的饮食10天1个礼拜左右，我就感觉到自己身体在变了。我自从改变饮食之后就没有感冒了，我自从改变饮食后就不生口疮了，不是改变饮食3个月以后，是自从改变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它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好处真的是显而易见，立刻的反应啊！所以改变饮食，其实精心设计的生酮饮食对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改变是巨大的。这里面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血糖的稳定，葡萄糖的毒性往下降了，胰岛素的稳定，胰岛素的毒性往下降了。酮体本身是一个可以降低炎症的一个物质，所以从生酮的角度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降低慢性炎症的一种饮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它有利于体重管理，不是的，它非常有利于健康管理。这是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建议的是，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做菜用的食用油啊，在人类饮食里面，食用油的变化曾经出过一次革命性的变化。1970年代的时候，从欧美开始，首先说大家不要吃动物脂肪了，说饱和脂肪对心血管健康不利，所以那个年代呢，大家都不敢，连吃黄油通通都不吃了，猪油不敢吃了，大家都说不能吃猪油了，猪油吃多了要得心血管疾病了。所以那个年代食用油开始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你知道最重大的变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精加工的种子油开始大量的进入到了千家万户了。美国人叫它叫做 vegetable oil， 美国人叫它叫做蔬菜油，包装的多么好的一个名字，蔬菜是多么健康的，那蔬菜的油肯定不会错了。其实那些油不是蔬菜油，是蔬菜的种子油啊。你吃到的油不是来自于蔬菜，你吃到的油是来自于它的种子啊。这些油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家里面今天吃的是调和油、沙拉油，超市买大桶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菜籽油，超市买的大桶的这些油全部都是精炼的。这些精炼的油有什么毛病呢？首先你要了解一件事，就是这些种子油啊，它们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百分比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稳定性呢就比较不好，比较低，越多元不饱和稳定性就越低。通常这种油脂按照我们中国人古老社会的这种传统的方式去炸油的话，问题不大的，因为它炸油的过程很简单啊，它没有给这个种子带来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尽管它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没有太大的变化。用现代的方式去压榨的话，它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种子泡在溶剂里面了，6号汽油啊，那是高度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啊，它对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本身就制造很大的压力了，然后再经过高温高压
漂白、除臭，整个过程给这些种子带来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有高度的可能性，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就开始出现变化。可是油出现变化，一般来说它会有气味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你打开一个食物，打开了以后里面有油耗味，这个食物你就不会吃了，油耗掉了。脂肪是很容易变质的东西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大桶油，每一桶看起来颜色都漂漂亮亮、晶莹剔透，盖子打开了以后闻里面一点异味都没有？它精加工的过程当中有脱臭、有漂色的过程啊，这是它精加工的工艺过程的一部分啊。所以你买到的油闻不出异味，看不出异状，每一个东西都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实际上呢，精炼的这种种子油啊，它在精炼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氧化，都会变质。但是不仅仅如此，拿到你家厨房里面去做菜，做完菜吃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以后，它继续变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反正吃了不健康的东西到了身体里面以后，我们身体有自己的防御机制，可以把不健康的东西排掉的，我们身体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跟各位说，如果你吃进去的东西是水性的、水溶性的东西，是的，水溶性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以后，先到肝脏，肝脏确实是可以帮我们把关过滤的，有害物质肝脏可以帮我们过滤掉的。油脂，所有的脂肪在我们小肠里面分解消化变成甘油三酯了以后，装在乳糜为例，送到我们身体里面去了之后，直接分配给我们身体的细胞了。它不到肝脏的，它绕过了肝脏，直接送到身体细胞里面去。你仔细想一想看，你有没有兴趣把砒霜直接送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你有这个兴趣吗？你有没有兴趣把任何有毒的、有害的物质直接送到你的细胞里面去？而且到了你的细胞里面以后，在你细胞里面继续变。在你细胞里面继续变的结果是什么？你身体的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开始出现炎症了，出现慢性炎症。食用油啊，厨房里面做菜用的油，是现在这个年代慢性炎症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因为家家户户1年365天，通通都在用这种油。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外食，喜欢吃大排档，你们要小心了。如果你们仔细关注厨房里面的师傅做菜，他们喜欢滑锅啊。见过滑锅吗？我在厨房打过工啊。师傅把一把锅洗干净以后放在炉子上，用大火去喷把这个锅喷得很热很热了以后，一大勺的油倒到这个锅里面，这个油到了锅里面然后冒了一层大烟以后，把这个油又倒回去了以后呢，这个锅再加油，然后开始炒菜。那你看到冒大烟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油在滑锅的时候就超过它的烟点了。这么高温度的情况下，这个油基本上全部都氧化了。然后呢，它倒回去那个油反复使用的，你们要注意了啊！你这些油严重的对我们的健康不利，带来慢性炎症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所以奉劝大家尽量避免吃爆炒的菜，自己在家里面做菜要用健康的油脂。什么油脂比较健康？猪油很健康，黄油很健康，初榨橄榄油很健康，牛油果油很健康，头道的茶油很健康。吃健康的油脂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来降低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我们讲第一件事情是降低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抵抗，第二件事情是我们食用油的改变，第三件事情，降低 Omega-6 的摄入，提高 Omega-3 的摄入。Omega-6 来源几乎全部来自于不健康的食用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花生油、葡萄籽油、红花籽油，它们的 Omega-6 非常高。这些油脂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避免。你说那老师你不是说了吗？你完全没有 Omega-6 的话，就急性火的开关就没有了吗？你放心，你日常饮食里面接触到 Omega-6 少量 Omega-6 的机会很多。Omega-6 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以后，在我们体内的半衰期时间非常长，2年到3年，所以你不需要大量的吃 Omega-6， 你身体里面会有的。但是 Omega-3 不一样， Omega-3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半衰期只有几天时间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常补充 Omega-3， 而来自于食物的 Omega-3 呢，机会不大了。很多西方的营养学家说三文鱼富含 Omega-3 呢，很抱歉的通知你啊，你今天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三文鱼 99% 都是养殖的，养殖的三文鱼是在养殖场里面养殖的，它身体里面或许有少量的 Omega-3， 它没有真正在那个冰雪的海域里面自然的生长的。第一个 Omega-3 的量不多，第二个，他们的养殖场的环境非常恶劣的，所以三文鱼体内还有很多的抗生素，很多的激素。养殖的三文鱼我是不吃的。你有办法买到野生的三文鱼，那确实是很好 Omega-3 的来源的。沙丁鱼是很好 Omega-3 的来源，青鱼是很好 Omega-3 的来源，因为它们很少有养殖的。补充剂是一个选择，我们是靠吃补充剂来得到充足的 Omega-3 的补充的。补充剂呢，我建议大家选择磷虾油跟亚麻籽油。我个人刚刚开始补充 Omega-3 的时候吃的是鱼油，可是呢，鱼油有比较多的顾虑。
第一个顾虑是海洋里面的重金属污染，鱼油的都是很大很大的鱼，那么它寿命比较长，所以汞污染的可能性比较高。如果你一定要吃鱼油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去吃重金属过滤过的鱼油，或者是医疗等级的鱼油。你盲目的去吃鱼油，你是需要注意的。鱼油的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鱼油的结构是甘油三酯。Omega 3呢，跟我们的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工作的时候，要能够跟我们的细胞膜融合的。我们的细胞膜是磷脂，所以鱼油是甘油三酯的话呢，它不能够直接跟我们的细胞膜融合。所以我们吃了鱼油以后，这个鱼油要在肝脏里面转化成磷脂，而转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损耗率很高的。所以我自己过去在吃鱼油的时候量吃的很大，就如果你看他们鱼油的包装瓶，它可以告诉你1粒1克，一天吃1粒或者是一天吃2粒。抱歉啊，我以前吃鱼油的时候，每1粒1克，我一天吃14粒啊，因为我知道它损耗很高。它为什么标签不说叫你吃14粒？因为他们政府不准啊，不允许这么说呀。所以吃鱼油是有顾虑的，转化率又低，那又害怕重金属污染。那么磷虾油没有这个顾虑了，磷虾油它产自于南极的海域，本身南极海域就非常干净。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磷虾寿命很短，磷虾的平均寿命只有好像是7、8个月，所以来不及被污染了，它的寿命就到了。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磷虾油本身就是磷脂，它是不需要经过转换的。所以像我现在吃磷虾油的话，500毫克1粒的，500毫克就是 0.5 克了，我一天吃4粒就可以了。我以前吃鱼油要吃14粒1克的区别很大的。那为什么我建议你们吃磷虾油跟亚麻籽油呢？因为 Omega 3这个名字的底下其实是有3种不同的物质的， ALA、EPA 跟 DHA 都是 Omega 3，它们3种不同的脂肪酸，不同的结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对我们的健康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EPA 跟 DHA 呢是动物型的，你吃鱼油，你吃磷虾油，你只能够得到 EPA 跟 DHA， 你得不到 ALA。ALA 是植物型的，植物型的 ALA 它有它的功能的，所以你可以吃亚麻籽油，你可以吃紫苏油，都是很好的 ALA 的来源。所以我建议你们补充 Omega 3是重要的，亚麻籽油、磷虾油一起补充是比较好的方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Omega 6必须很严肃的降下来， Omega 3很严肃的升上去。你不要以为我不降 Omega 6，我大量的吃 Omega 3，告诉你没有用， Omega 6的绝对量必须降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肠道健康的养护，我会另外有一集视频出来解释给大家听，如何正确的摄入益生菌来养护你的肠道。我们的肠道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第一关呢，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关。你肠道养护好了，你的慢性炎症会得到非常好的缓解。你做到我刚刚上面说的这些东西之后，你的慢性炎症立刻会开始出现改变。每一个人遇到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可是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开始变好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人，我在短短的1年半的时间里面，几乎所有过去的慢性病全部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慢性肾脏病，也从第4期逆转到了只剩下第1期了。到目前为止我都维持在第1期，其他的慢性病全部不见了，所以它转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听，我今天围绕的全部都是在讲食物。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是一个严重不健康的人了，比方说你已经是一个长期2型糖尿病的朋友了，你被葡萄糖的毒性和胰岛素的毒性残害你的身体是在细胞层面的，你身体几乎每一个细胞泡在糖水里，泡在高浓度胰岛素里面，长年累月的泡在这个液体里面的，它对身体细胞的伤害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改善你的慢性炎症，我强烈的建议你们去看一看我如何吃营养补充剂的课。营养补充剂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对我们健康情况有严重挑战的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OK， 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